惡魔城德古拉是 Konami 於1986年9月26日發售的一款 FC 磁碟機動作遊戲，同時還是磁碟機的首發軟件之一。遊戲講述了吸血鬼獵人西蒙討伐吸血鬼德古拉的故事。雖然遊戲難度較高，但憑借豐富的遊戲內容，成功吸引了大批玩家。之後的續作相繼登陸多個平台，而在進入32位時代後，由五十嵐孝司中途參與制作的《惡魔城月下夜想曲》為這一系列帶來了全新的可能性。配合 PS 主機的3D 繪圖功能，實現了流暢的動畫效果和極具縱深感的背景，配合山根美智流創作的音樂和小島文美的精美插畫，使《月下夜想曲》呈現出一種哥特式的美感。伴隨着讚譽之聲，之後的作品也延續了本作的特點。2001年3月21日，任天堂推出了便携式掌机 Game Boy Advance。相比早年间的 Game Boy， 這款掌機在硬件性能上進行了大幅強化。Konami 也順勢加入，在 GBA 平台上陸續推出了3部惡魔城作品。本期就來聊聊這些後月下時代的作品。惡魔城月輪是繼惡魔城月下夜想曲之後的第2部探索型惡魔城遊戲，同時也是 GBA 的首發軟件之一。本作是 KCE 神戶制作過唯一的一款 Metroidvania 類惡魔城遊戲。因為開發團隊的不同，所以五十嵐孝司、小島文美、山根美智流等人都沒有參與本作。由於沒有貨幣的概念，幾乎所有物品都通過敵人掉落獲得。與前作月下相比，各方面都進行了精簡設計，武器也回歸了傳統的鞭子，但通過 DSS 系統的組合，武器可以展現出多種變化，為戰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故事發生在1830年的奧地利郊外，吸血鬼獵人莫里斯與他的徒弟內森和修感知到異樣，試圖阻止德古拉的復活。然而當他們趕到時，德古拉已經成功復活，並用魔力困住了莫里斯。內森和修則被投入惡魔城地下墓地。為了打敗德古拉，拯救師傅，兩人在惡魔城中展開了冒險。據當年 Konami Magazine 披露，本作最初被視為月下的直接續作，最早打算讓里希特擔任主角的導師。然而，開發團隊不希望呈現年老的里希特，最終本作被設定為外傳。由於前作月下在遊戲後期主角和武器變得過於強大，導致平衡性有所欠缺。所以本作在平衡性方面進行了較大調整，敵人整體強度較高，各區域敌人的分布差異顯著，即便是進入已探索過的區域，玩家仍需小心應對。此外，恢復藥水只能通過敵人掉落獲取，且恢復量較少，因此不能依賴藥水強行推進。面對強大的敵人，玩家需要通過升級装備道具和 DSS 系統，結合敵人的攻擊特點靈活應對，避免了遊戲陷入無腦推進的情況。本作的存檔點設置較為合理，便於玩家反覆試錯。在地圖設計方面，本作的完成度也相當高，一般不會讓玩家陷入迷路的困境。角色的動作相比早期的 GB3部曲有了顯著提升，角色的移動速度和动畫帧數均有加強。游戲初期便可以獲得衝刺道具，并默認具備滑鏟能力，讓移動變得更爽快。儘管相較 GB 版操作手感已大為改善，但與月下相比，角色的靈活性仍稍顯不足，特別是跳躍和下落時的速度較快，手感更貼近傳統惡魔城的風格。畫面表現上可以將其視為 GBA 首發陣容中的佼佼者，但要是與主機上的月下相比，背景的細膩程度略顯單調，角色的動畫帧數也比較少。不過畢竟是 GBA 初期的作品，不能太過苛求。然而，本作最大的問題是整體色調偏暗。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玩家應該還有印象，由於初代 GBA 沒有背光，所以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，屏幕內容難以辨認，這也是 GBA 早期大多數玩家所詬病的設計缺陷。造成這種問題的罪魁禍首是 GBA 使用的反射型 TFT 彩色液晶，其優點是輕薄低功耗，而缺點都是需要通過吸收外部光源反射來照亮屏幕，也就是光線越強，顯示的畫面越亮，反之則難以看清。後來不少廠商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，所以之後推出的遊戲畫面顏色較亮，這也是為什麼好多遊戲用現代設備遊玩時顏色偏白的原因。
不過隨着之後 GBA SP 的發售，亮度不足的問題得到了一定的改善。但在 GBA 初期，如果想躲在被子裡玩，只能使用照明外設或改装屏幕來解決。作为 GBA 首发作品中完成度最高的游戏，《惡魔城月輪》获得了良好的销量和口碑，特別是在歐美市場，銷量高達50萬。由於本作屬於外傳，且開發方 KCE 神戶在之後被 KCE 大阪吸收合併，因此後來的作品中幾乎沒有任何與本作相關聯的內容。不過在任天堂全明星大亂鬥特別版中，本作的音樂 Awake 的重編曲版被收錄其中。內森和西歐以密魂的形式出現，是本作角色首次客串其他作品。前面提到過，因為是由 KCE 神戶開發，所以制作人、音樂、人設等都不是月下的班底。BGM 都以系列經典曲目為主，音質的表現出色，尤其在標題畫面聽到鎮魂歌時，甚至會讓人有種手握家用機的錯覺。負責本作人設的 Koji， 同時也是制作人和策劃。GBA 平台上的《惡魔城德古拉》第二作，也是探索型惡魔城系列的第3部作品，通常被簡稱為白夜。本作由 KCE 東京進行開發，制作團隊包含部分參與過月下異想曲的成員，因此整體風格更接近於月下。而白夜則是2001年後正式成為《惡魔城德古拉》系列制作人的五十嵐孝司的第1部原創作品。在月下時期，五十嵐孝司的身份其實是導演助理。而他首次以制作人身份開發的作品是移植自 X68000版的《惡魔城年代記》的重製版。他於1990年以程序員的身份加入 Konami， 在2014年從 Konami 退社，同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ArtPlay。本作的人設和插畫由小島文美負責。小島文美一直活躍於小說插畫界，以唯美的畫風著稱。毫不誇張地說，他的人設對月下的成功有近一半的功勞。曾有玩家寫信表示，自己通關的第1款遊戲就是月下。因為太喜歡小島文美老師的插畫，所以才能堅持將遊戲通關。本作的音樂部分由山根美智流負責一部分曲目。山根美智流應該算作五十嵐孝司的前輩，他於1988年加入 Konami， 因為出現了冰封編曲而開始為世人所知。1993年調往東京本社，後因其參與的《惡魔城德古拉》系列和《幻想水滸傳》系列等作品而聞名。2008年退社後，成為一名獨立遊戲音樂作曲家。另外，從本作開始，系列名稱也與海外版統一成 Castlevania。不過，在2003年的 PS2 版的 Castlevania 後，又改回了惡魔城德古拉的名稱。原因是考慮到日本玩家在收集惡魔城相關信息時可能會受到影響。另一原因是2004年 GBA 上發售的 FCS Sledge 合集系列中，作為其中之一的惡魔城的銷量反而超過了標題為 Castlevania 的新作。50年前，西蒙貝爾蒙特打破了德古拉的詛咒。貝爾蒙特家族的後裔祖斯特與舊友馬克西姆相遇，並告知祖斯特他們的共同好友弟弟被綁架的事。儘管馬克西姆失去了修行時的記憶，他還是拖着受傷的身體，引領祖斯特來到事發地。穿過濃霧，他們來到了文獻中沒有記載過的城堡。不同於 GBA 性能探索期的前作，當時白夜的制作口號是挑戰硬件極限，其最大的特徵是與月下夜想曲一樣，遊戲內包含表里程設定。加入了許多事件演出，還有大量劇情角色登場。衝刺和擊退也是一開始就擁有的能力。通過 Spell Fusion 系統，6種副武器結合5種魔法書，可以組合出各式各樣的攻擊效果。與前作相比，因為考慮到 GBA 的亮度問題，遊戲的顏色亮度很高，吸收了前作因畫面太暗難以區分角色和背景的教訓。開發團隊還特意為角色加上了藍色的輪廓線。而在本作發售的8個月後，自帶前光的 GBA SP 發售。對於使用 GBA SP 和現代設備的玩家來說，顏色就顯得偏白。對於角色的動作做出了不少改動，主人公的揮鞭動作變快，跳躍時的滯空時間變長，而角色在衝刺和擊退時還有殘影效果。遊戲首次加入了 Boss Rush 模式，可以與擊敗過的 BOSS 反覆進行戰鬥。另外還有家具收集系統，收集到的家具會被陳列在城堡中的一間空屋內。由於受角色身份的限制，本作可使用的基本武器仍然是鞭子，不過鞭子前端的球狀物可以進行更換，其中許多不僅僅是增加攻擊力，還具有各種特殊效果。本作在表里程的移動與月下相比方便了不少，使用衝刺跑圖讓遊戲的節奏感極佳。繞而鍵應該是遊戲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按鍵。
擊退的加入也讓角色在面对敌人時便於拉扯。在圖形表現上，白夜較前作有了大幅提升，背景的刻畫細緻程度毫不逊色於家用機作品，不像前作那樣背景顆粒感較強，顏色過渡非常自然。本作总登場 BOSS 有19名之多，但這些 BOSS 並非全部原創，例如第一關的大蝙蝠 BOSS 就來自惡魔城的古拉 XX。這種將之前作品的素材特用在新作中的做法也並非首次。由於有曾制作過 MD 版《魂斗羅 The Hardcore》的開發成員加入，回顧這幾個 BOSS 的設計可能更容易理解。正因為如此，遊戲中可以見到許多多關節活動的大型 BOSS， 其中遊戲初始時的盔甲魔物令人印象深刻。相較其他方面的進化，本作在音質的表現上可以用慘不忍聽來形容。相比前作 PCM 的高音質輸出，不知是受限於容量還是其他原因，音源以 GBA 內置的 PSG 音源為主，呈現出來的音質就像 GB 时期的 BGM， 曲風也較為平淡陰暗。哥特萝莉视覺系樂隊 Miley Smizer 曾在1998年發行過單曲《月下夜想曲》。可能是為了吸引樂隊的女性粉絲，樂隊隊長 Mana 在白夜中負責了幾乎所有的 BGM。在與五十嵐孝司的訪談中，他表示自己是系列的粉絲，而且樂隊的氛圍也與小島文美的美術風格很契合。只可惜這些努力都毀在了較差的音質上。遊戲在難度上與月下類似，對於剛接觸惡魔城的玩家來說，是一款較好的入門作品。其實遊戲中有關於魔法書的快捷鍵，通過下加 LR 可以打開或關閉魔法書，而另一個快捷鍵是通過上加 L 或 R 切換魔法書。雖然這些內容寫在了說明書中，但注意到的人可能並不多。通關後可以選擇馬克西姆激情遊戲。另外，系列第一作的主人公西蒙貝爾蒙特可以在 Boss Rush 中進行操作。本作還有一個關於宇宙巡航機的致敬彩蛋，通過 Spell Fusion 可以生成護盾。而家具收集系統的創意原本來自月下，由於某些原因沒有加入，因為本作的開發团隊中有不少成員來自月下，所以這個要素才被加入到版頁中。2035年，人們迎來了21世紀最引人注目的天文奇觀——日全食。故事的主人公是18歲的高中生來須倉真，他居住的城鎮裡有一座與日本神話有深厚關聯的古老神社——白馬神社。白馬神社的獨生女白馬妮娜是他的青梅竹馬，同時也是他的同班同學。為了與妮娜一同觀賞這次天文奇觀，倉真踏上了前往神社的台階。然而，他感到這段通往神社的階梯比平時更長，似乎被某種力量阻隔。當他穿過鳥居的一瞬間，意識突然變得模糊。惡魔城小月圓舞曲是惡魔城斗古拉系列的第4部探索型作品，也是 GBA 上的最後一作，仍由 KCE 東京開發，依然延續了小島文美的人設與插畫。山根美智流也繼續為本作創作音樂。此外，本作也是使用 Konami 舊 logo 的最後一款作品。制作人五十嵐孝司曾透露，在他參與開發的所有作品中，他最喜愛的2部作品分別是《月下夜想曲》和本作《小月圓舞曲》。遊戲的背景故事進行了一次大膽創新，將舞台設定在近未來的日本，男女主角都是日本人。主角來須倉真是一名普通的日本高中生，雖然外表看似冷酷，卻擁有與年齡相符的熱血。和《月下夜想曲》一樣，玩家可以操作倉真使用多種武器。本作在系統的平衡性方面进行了大幅改善，例如弱化了滑鏟等动作，並將单个物品的最大持有數限制為9個。此外，傳統的副武器系統被廢除，玩家攻擊蠟燭或吊燈時會掉落紅心或金錢。紅心在本作被設計為 MP 的回復品，當 MP 全滿時會掉落金錢。同時，等級差經驗值修正系統被取消，使角色升級變得相對輕鬆。傳送房間已優化為可以自由選擇目的地，大大提升了便利性。本作的核心是戰術魂系統，除了地圖上設置的特定魂之外，擊敗敵人後也有幾率獲得他們的魂。通過裝備這些魂，玩家可以使用各種能力，幾乎所有怪物都有專屬的魂，共有120種。
收集全部的魂極具挑戰性和成就感，每個魂的效果都不同，嘗試魂的各種組合也是遊戲的樂趣之一。魂被分為4大類：召喚類、守護類、附魔類和能力類。除了能力類魂外，其餘3類都只能裝備1種。遊戲中魂的掉落率整體偏低，尤其是稀有魂，有時即使擊殺同一只怪物數百次也無法獲得。即便佩戴提高掉魂率的飾品噬魂者，效果也不明顯，更何況这個飾品售價高達30萬劑。遊戲中武器種類多達59種，每種武器都有不同的特性，甚至還有手槍和激光炮，玩家可以根據場景靈活運用武器。此外，雖然回復藥的石友數量受到限制，但遊戲中提供了大量可用於回復的食品。對於玩過的玩家來說，腐肉和過期3年的牛奶應該是印象最深刻的食物。音樂方面，本作以 PCM 音源為主，相比《白夜協奏曲》，音質有明顯提升，同時語音數量也有增加。相比前作的陰暗曲風，本作加入了更多快節奏的曲目。關於音樂還有一個小雜談，本作的初始場景的曲名與《月下夜想曲》中德古拉城的曲名相同。后來改名為荒城回廊，而這一曲目在重新編曲版中又被重新命名為宿命的十字架。此外，尤里烏斯的主題曲《無法等到夜晚》，曲子接基版惡魔城的古拉第6關的 BGM， 暗示了他吸血鬼戀人的身份。游戲的演出效果依舊保持了高水準，色彩亮度適中，不像前2作那樣太暗或太亮。角色動畫流暢，尤其是蒼真、風衣的擺動比前作自然不少。雖然故事設定在近未來的日本，遊戲中卻並沒有相關的場景。阿魯卡多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登場，遺憾的是，並不能作為通關後可選角色進行遊玩。本作取消了表里程設計 ，BOSS 數量減少到11個，其中4個 BOSS 會在後期以精英怪的身份再次出現。雖說遊戲的整體時長與前作相當，但還是讓人稍感欠缺。作為 GBA 平台的最終作，《小月圓舞曲》的完成度極高，戰術魂系統讓有收集癖的玩家欲罷不能，整體難度更加大眾化，銷量也高於前作。新系統得到了玩家的認可，可能是這些因素才讓 Konami 決定在 NDS 上推出續作《惡魔城德古拉：蒼月的十字架》。相信有玩家和我一樣，是通過 GBA 版第一次接觸探索型惡魔城。雖說有《月下音響曲》這個珠玉在前，後續的作品中也不乏佳作，可對我而言 ，GBA 上的惡魔城有着特殊的意義。當年和 GBA 一同購入的遊戲裡就有《小月圓舞曲》，遊戲也沒有讓我失望，度過了一段歡樂的時光。如果你有關於 GBA 版惡魔城的回憶和趣事，或補充和指正，歡迎在留言區分享。我們下個遊戲再見。